大概的长度在这个地方，后部我们会修剪出一个饱满度，整个长度控制在这个下巴、耳垂的位置。好，现在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头发的技术裁剪方法。我会用呢平行的三分区，通过 U 字区，然后中间的这个重量区到耳朵到颈线以下这个枕骨区，我会分3层分区。每一层分区呢，我会采用3到4公分的布连接进行一个覆盖，形成一个像嫩扣的抱抱。这样的刀口呢，会形成自然的打薄技巧，就是它会掺有了这个打薄的一些原理进去。所以呢，我们用这种结构去亮的话呢，出来的发尾既有质感，它发尾又有适当的去薄的作用。然后在这个后骨区的话，我们会采取这种发片的靠位。发片的靠位呢，我们会采取三角形带发片，1带1的方式啊。具体的带进去靠进去有多少，取决于我们个人前面要放长的长度。三角形带发片的方式呢，其实它是最广泛的，里面的倾斜角度只要向后倾斜一点点，都属于三角形靠发片的一种带发片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们在具体修剪的时候，向前倾斜角度多少，取决于就是我们向后带的倾斜度。所以呢，从这个技术点上呢，大家就要学会举一反三。在沙龙中操作的时候呢，具体前面放多长，是主要看我们向后带的倾斜度来控制的。好，现在呢，我们3个区域已经分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修剪。由中间呢取一个发片，大概的长度呢，我是要定到梳子的1半，稍微短一点。具体的这个长度的设定，我们还是要看我们要的头发的一个重心。和大家分享一些方法啊，看一下这个头发的落点，垂下来之后，是否是能够达到你要的这个收紧的程度。像它的颈部线条，我的目标是在这个长度最长，然后后面的重心呢，在1/3处这个地方，这个落点到达这里，所以呢，我就会向前倾斜，重心在这里，底座在这里，就是下面最短的部分。所以我要照顾到我的重心差不多就从这里垂落下来。所以底下这一层呢，我收紧的话，我基本上利用这个梳子作为参考的话，会1半下去一点点，应该是在7厘米这个样子。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剪头发的时候自己要有一个参考依据。当你不清楚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剪一刀，略微留长一点，看看效果。头发呢正常，我们就采取水平提拉，刀口的角度呢采取在75度这样。先切一个长的，看看这个饱满度。尤其在沙龙中剪头发，自己不确定的时候，可以先切一个引导线，看一下效果。这个时候底下的长度呢，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这个底下的长度，我们要把底下的碎碎的头发到最后要剪成实线，所以这个长度呢，基本上这样是可以的。不要剪的角度太陡，角度太陡了之后，这下面会掉下来非常生硬。高角度剪出来的呢，它落下来下面的刀口会非常柔。这个引导线呢就差不多了，相当于梳子的1半，不到一点点。接下来的头发呢，我们将要从这个后区1带1的方式向后带一点点，向前面微微放长，形成一个三角形向前推动。分区呢，我们采用不定点放射啊。
最后一片呢向内靠。现在呢，我们看一下整个轮廓。这个底下呢，最后我们要修掉的，所以基本的长度就到这里了。好，现在呢，我们修剪另一侧，取一部分当引导线，发片呢10项分区。1带1向前微靠一点，不需用很多。差不多分4到5片。向后微靠，两侧逐渐放长。下面的头发呢，可以通过横向检查，把过多的拿掉。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头发呢，基本上剪好了，我们来横向交叉检查。两侧的平衡度呢，我们去检查一下对称。竖着提拉，横向检查，这可以检查到前后的这个横向，整个轮廓我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好，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修剪的轮廓。等我们修剪之后呢，我们的重心会落在1/3的位置，下面呢会逐渐向前倾斜。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前面的1区剪完了，我把2区已经放了下来。接下来呢，我们会用同样的方法，靠发片的方式，然后利用不连接的技巧，比底下呢略长个差不多2.5到3公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头发的落点。这个时候呢，在沙龙裁剪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同一种技术，放长放短，可以剪不同长短的这种发型。倾斜到这个地方，耳垂那就是比较短的。耳垂以下，在下边，它都可以达到一个斜向前的倾斜。倾斜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取决于我们向后带发片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运用技术剪头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学会灵活一点啊，举一反三的这样的技术，它才能够变为沙龙中更加的实战，而且效率会非常高，发型的款式也比较多。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的裁剪。方法和原理都是一样，我们只是上面比下面更长一点。好，现在呢，我们从正中间取1个发片，下面的引导线我们先看一下，引导线在这里。我们现在的长度呢，利用上下不连接做出层次落差，所以到这里，所以我们整个的长度呢会长出来2到2.5啊，不是特别多。这一层呢，刀口的角度偏垂直，找到这个重心落点。我们要预算之后，这个落点的位置大概剪好之后，就是这个点，我们要落下来在1/3的位置，所以差不多就这么长。所以用视觉去目测一下。先剪一刀，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落点，整个的黄金点的头发呢落下来，差不多在1/3处，
这个尾巴会切掉，所以差不多比例在黄金比例上。黄金比例呢，最接近的就是1/3位置。下面的这个头发呢，它会形成一个长的地方，就会覆盖在下面的发尾上，会非常柔和。接下来我们开始修剪第2片，以前面为引导线，1带1，微向内靠一点。逐步一片一片向后带，向前一片微靠。好，现在呢，我们逐步修到耳朵前面。根据个人的喜好，可以随时向后带多带少，保持前面长一点还是略短一点都可以。我这个呢，到这个地方呢，略微的向后带一点点，一片带一片的方式继续向后，不能带得过多。带得过多了之后呢，前面非常长啊，看上去就比较夸张。好，现在呢，我们来修剪这另外一侧，用同样的方法。逐步向前，一片一片，向后1带1。轻微向后靠，向后靠的越多，前面就越长。这些呢都是可以根据每个人在沙龙设计发型的长短和这个倾斜的比例去调整的，大家要学以致用。当然，在这个裁剪中呢，现在基本上是以水平提拉垂直切口的角度去修剪的。你也可以切一个这样陡的角度去向下扣，但是唯一的呢，它这上面会长，会包的比较厉害，所以呢，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大家根据个人的一些设计的效果去调整这个倾斜比例，做灵活调整，技术变通。耳朵前面的呢，向后带。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的结构。从纵向看呢，上下会有一个2公分的这个不连接啊，在这里，在这里掉下来之后呢，这个地方会变得很轻薄，下面一层，这是一种纵向。横向呢，我们是三角形、扇形的走法，朝这走，所以前面呢会适当的放长。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给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原理。大家在修剪的时候呢，要尽量多看看，走一个扇形到这里，然后这个地方拉到这里来，不能拉得太靠后，太后前面太长了，除非你想要那么长啊。掌握这个技术和原理就可以了。切口的角度，这个角度都可以去调整，你可以利用一些公仔头去多加以练习和尝试。做技术呢，你就要多试验。好，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一个三角形，斜向前的一个向前推。
这样的线条呢会充满一种酷感，因为三角形它比较尖锐，有一种这种向前推动的这种视觉感，会比较摩登感、酷感比较多。OK， 现在我们就剪第3层。现在呢，我们1、2区已经剪完了，我们把上面 U 字区放出来。U 字区呢，通常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动感区，就整个头发剪层次上面也可以，剪低层次啊也可以。所以这时候刘海区出现了，它的刘海呢，我不准备就不剪短了，因为这个头发呢本身就是打算留长的。接下来呢，这个第3区呢，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控制好重心，不能过长。然后保持重心在1/3处，然后这个收的地方收进去，后面饱满的地方饱满出来，这样呢就达到我们预期效果。上面呢我们采用同等方法去操作。这个技术呢说起来简单也简单，但说起来难呢也难，难在重心的把握，然后长度的设定，这些东西都需要你自己去操作了、体验了才能知道的。好，现在呢咱们就开始修剪最上面一层顶区。好，现在呢，我们开始从头顶，以顶区最高的点开始旋的位置，然后正常还是垂直分缝，找到我们的最长的部分，掉落下来之后，差不多在黄金，就是这个枕骨点1/3的位置啊。头骨稍微抬，对，水平。好，现在呢，我们把梳子放的宽一点，拉出来。这个时候找到落点，差不多的这样，我剪一刀看一下。看看会不会很长？感觉上还可以，这个长度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一定要带着思考去剪头发，水平提拉，然后落。这个点到达这个位置，吹干了之后它会上浮，就会呈现一个饱满度。这个地方是收紧的，所以它的比例正好符合黄金比例。通俗的讲呢，就在黄金分割，基本上就在这个黄金点这个1/3处的位置，接近于黄金，最接近于黄金点的这是。然后这个长度呢，我觉得挺好的，那我就以这个长度为目标，逐渐向前1靠1向前修剪。头顶呢以放射性分区了，因为它头顶是个圆形的，我们就以切西瓜式的这种放射分区，微向后靠一点点。前面呢逐渐微斜向前一点点分，这样也是可以的。后面呢基本上都是以放射。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2侧呢就修剪好了，然后放下来的时候呢，到时候我们会把下面的过于轻薄的头发会轻微的去掉一些，然后进行点点打薄就可以了。后面的尾巴呢也是的，我们也要去掉一些，所以这个就最后修剪。整个侧面的轮廓呢，我们修饰到下巴嘴角下面一点，到这么长就可以了。好，现在呢我们开始修剪到另外一侧，以同样的方法。
逐渐拎高一点，上面的头发呢会有点轻微的层次。好，现在结构已经修剪好了，我们呢进行用这个7排梳或9排梳，我这个呢是7排梳，小一点。我们进行这样刷发根，把它自然的流向刷好，吹顺。然后吹好了之后呢，我们再来修一下外线，还有后区的这个枕骨区的一个长度。好，接下来呢，我现在开始吹风。整个吹风呢，我会采取一个绕吹，就是向前这样刷，这是国际沙宣经常用的一个绕吹技巧，是用于这种裁剪过程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就是这样去一层层的去刷、去吹，把发根吹服帖。好，现在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整个头发就吹完了，我们看一下基本的效果。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再进行发尾的点点打薄，打薄之后呢，我们开始修整一下外线的形状，还有后面小尾巴的这个后面的这一部分啊。然后先看一下这整个发型的一个轮廓，从前方看的话呢，前面是最长的。侧边的头发呢，它是整体循序渐进向前倾斜的，由于是向后提拉，所以它有轻微的向前这样的推动，形成一个三角形，非常漂亮的一个向前推动的这样一个效果。后面的尾部呢，我会再去掉一些，再去掉1指半这样的比例呢比较协调，否则后面呢有点太长了。所以这样去掉会更干净一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打薄。打薄的时候呢，可以分上下3层，进行一个发尾拿起来，还原切口。原有的切口是什么样，你就拉到这个平等程度，只需要进行这些垂直基本上是垂直的角度去点点就可以了，明白吗？每一层这样做一下。简单的修饰，这样它的刀口呢柔和度会更强，所有的发尾摆动起来的时候，它的灵动性会更强。为了避免整个头发呢夹起来的痕迹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先从头顶的开始，然后再从底下开始，因为上面修整的不多嘛，我们就快速的进行点剪，发尾点剪，深度差不多在3公分。这样的头发呢，现在就比较动感，我们再适当的去一下2区现在的头发它的发尾已经去掉了，现在我们把2区去一下。我一般用修剪呢，会先剪一半，再剪一半。另外一个地方呢，那另外一半，如果说我们现在不修剪的情况下，就不要去用夹子去夹它，因为在干剪吹好了之后，夹的多了之后会有痕迹，所以再吹就比较麻烦，夹的比较松一点。这个点的比较深，需要轻柔的厉害一点，那你就可以点的稍微深一点。好，这边呢，我这一半就打薄就完毕了。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整个头发呢，它带有推动性，向前推。具体的这些细节呢，我们等一下再修剪，侧面再修剪。好，现在呢，我们剪另外一侧，我们将这个头发继续分开，把上面一层分开，以同样的方法点剪，柔和刀口。继续将两侧的头发拿起来，感觉比较厚的地方，你可以稍微深一点点，吃到3公分左右也可以。像这个鬓角的地方呢，因为它本身就比较低，我可以吃的深一点。这种打薄呢，它出来的会比较有质感，不像用雅典打出来的，也不是像滑点打出来的。滑点划出来的头发会破坏内部结构。所以呢，我们这种裁剪的话，不能用那一种打薄方式啊。OK， 2区打好了，我顺便把1区的一起拿起来点一下。打薄了之后，整个头发就非常均匀了，整个发型非常的流畅，很漂亮。好，现在呢，我们把整个头发呢，上面的第3区、第2区、第1区都进行打薄了。第1区部分呢，它是要是一个低手位的去打薄，上面呢基本上都是反手啊，这个手背朝外，我们就把这个整个区域全部打薄一遍。打薄一遍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个底座的这块修剪。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尾巴去的稍微短一点啊，最下面。这个时候呢，我可以采取直接8字分区这样，从后面中间的位置。我采取这样斜向前进行一个8字分区。经过我这样一提拉，把底下的底线一剪，然后再进行轻微的打薄。这个地方的发际线呢，它是比较低的，所以呢，我们给这里面呢挑开，进行一个点剪，等一下还可以滑点一下，特别厚的地方点的深一点就可以了。然后继续，可以采用这个方法，斜向后拿。好，现在呢，我把这个地方稍微去掉一点，因为发际线是低的。不要太薄。整个头发呢，我们掖下耳朵看一下，上面的头发呢可以放下来，形成一个很推动感的一个线条。后面的头发我们朝耳后面一夹，塞在耳后面，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开始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方法，8字分区，稍微拉高，差不多小45度这样。这底下的头发呢也剪掉一点点。
低角度点点，这样会更柔和。好，整个侧面我们就完成了，线条非常的流畅。鬓角里面呢，可以适当的薄一点点，因为鬓角的头发是最多的。好，现在这个发型呢，我们整体再来回顾一次。整个头发呢，我们利用了一个不连接的技术啊，通过三分区的一个剪发技巧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向前推，形成一个不连接。整个发型的轮廓呢，是前低后高，形成一个三角形向前。这样的头发呢，形成一个很强的推动力。关于这个技术，在沙龙里面呢，大家要学会这个举一反三。长度的变化，发型会有变化；重心的切口角度变化，整个发型的这个效果也会变化掉。一般给大家参考的呢，就是小的 YS 的梳子呢，会一半的位置，就是9公分，基本上设定在9到7公分，这样是现在的这个效果啊，9公分。如果说放出来的头发呢，更长一点呢，它的重心会更低一点，在这一款呢，会下巴以下会更长一点。所以说，当我们剪的这个头发的长度越长，重心越低；反过来越短，它的这个重心会越高，然后侧面的轮廓的锋利感会更加强，所以它的个性以及它的这种酷感、飒的感觉会更强。越短，头发的时尚感会越强。希望大家在课余的时间，大家用假人头先剪一遍，然后在得到一定的经验之后，再去真人的头发去做。一定要多练习，多总结，然后不懂的呢，然后再去群里和我来沟通，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好，今天的课程咱们就到这里，下一期再见。